意思，这京城的乐子，本世子算是玩腻了。世子爷，您天天在这销金楚里待着，侯爷看不上您，全京城也都在看您的笑话，说您干啥啥不成。但小人有个法子，能助您平步青云，扬名立万。只要咱们打点好礼部，直接拿下那状元郎的头衔，看以后谁还敢笑话您。就这么办，本世子这次要玩把大的。我刚看完毕业文啊！我勒个去！这什么情况？40米大刀，我这是在做梦呢！我靠，全身怎么这么疼？不对，做梦不是没痛觉吗？我不是在做梦，我不是在做梦。咱们祖上几代人，哪个不是在尸山血海里滚出来的？你大哥二哥16岁就随我上阵杀敌了，结果到了你这儿，不想着练武立功上阵杀敌，反倒买了个文名，还他妈是状元！你这是想光宗耀祖吗？你这是在打我的脸，在打列祖列宗的脸！啊，买状元？这状元还能买呢？没有会试，也没有殿试，只要科举第1便是状元。元神应该忘了，镇北侯极度厌恶文官，在他眼里，将士们的流血流汗，只是文官手里的几笔灰墨。父亲，能让我先说句话吗？说完我好砍了你！那个，这状元就不能是我凭真本事考上的？就你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利索，你跟老子说真本事！老爷，你有什么事情冲来我？荆州他还是这个孩子，他都多大了还孩子？你看看他这个样子，就是被你给惯坏的。荆州，娘的心肝儿伤着哪儿了？脸色怎么这么差呀？别吓娘！老爷，就算儿子犯了错，你也不能下死手啊！儿子从小到大都是我带的，你常年在外打仗，对周儿都不曾真正的教导过，你一上来就把他打个半死，这是做爹的该干的事吗？夫人，你少看这小子装可怜。我承认我疏于管教，但这不是花钱买名头的理由。一买还就是状元，等到放榜之时，但凡有一人质疑，那便是买官舞弊的铁证，这是欺君罔上。老爷，有这么严重吗？废话，买官本就是重罪，更何况是状元。3日后放榜，满朝文武的眼睛都盯着。老爷，那你倒是想想办法呀！咱们现在可是就这一个儿子了，他若出了事情，我也不活了，你们林家也彻底断后吧。等到放榜之日，即使不仅是我，整个镇北侯府恐怕都会被拖下水。为君之计，只有一个办法可行了。造反吗？造反？你居然想造反，真是造孽呀！我林家满门忠烈，怎么出了你这么一个大逆不道的玩意儿？你个逆子，看老子今儿不砍死你！老爷，别冲动啊！荆州就是胡说八道呢，他刚被你打了一顿，脑子一时半会儿不清醒，您别当真。你先说说你有什么办法啊？现在是咱儿子的命最重要啊！如今之计，只能让荆州暂时入赘出去。圣上一直想从我这里收回兵权，荆州又是咱们现在的独子，若是这臭小子入赘出去，也算是给圣上一个交代。行啊，你答应了？总要先活下来再说。我去安排，你给我老实待着，别再给我惹祸。不造反，这入赘也的确是眼下最后一条出路了。先等着一切平平稳了再想办法，让兵权再回归林家即可。荆州，你别吓娘了！你们一群人愣着干什么？快去请大夫啊！儿子，你醒了，身上还疼不疼啊？没事，娘，已经不怎么疼了。今天宫里传出消息，科举榜单后日便要放榜了。后日？
也就是说，2日之后，我这个状元就要进宫面圣。而一旦有人把作弊之事翻出来，后果可想而知。你也不用太担心，你父亲已经去安排你入赘的事情了。只要赶在放榜之前把事情定下来，必然能保你平安。老爷，结果如何？别提了，我去了好几家，结果都不太乐观。那找个普通人家呢？眼下只要能保住我儿子的命，哪怕被人笑话，我也认了。不行，圣上本就生性多疑，若是入赘普通人家，只会让他觉得咱们在演戏。不过我回来之时听说了一个消息，今晚丞相府将举办一场诗会，会有不少世家才女参加。不行不行，沈丞相是您的政敌，一直对咱们林家意见极深，况且就咱儿子去了也是让人笑话，根本不可能有姑娘看上他。政敌能怎样？为了儿子，放下脸面也得去。我让人写了几首诗，趁现在还有时间，你将其背熟，至少不会太过难看。春风吹我读书忙，纸上文章写几行。他年若是高中日，吃肉喝酒进朝堂。你笑什么？父亲，你确定这玩意儿也配叫诗？就这真拿出去，别说入赘了，人家姑娘都得离我远远的。你还好意思嫌弃？让你自己写，屁你也写不出来。爹，或许我在这方面真有天赋呢。哼，你先把我给你的这3首诗背过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夫人，你教他吧，学不会的话饭也不用吃了，留着到时候吃断头饭吧。侯爷，都安排好了吗？放心，侯爷，已经全部安排妥当。今晚诗会必然万无一失。记住，这件事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是。走。儿子，这诗不是挺好的吗？好诗，好个鬼！唉，春风吹我读书忙，纸上的文章写几行。儿子，你真是被你爹打得脑子开窍了，3首诗竟然这么快就全部背下来了。事关生死，孩儿自然要认真一些。唉，你若能早些懂事，你父亲也不至于这么生气。既然已经背下来了，那咱们再熟读几遍，免得到时候你紧张又忘了。母亲，我有点累了，想先休息一会儿。那好吧，你先好好休息，娘就不打扰你了。好家伙，这不就是妥妥的小白脸吗？我那暴躁老弟为什么非要让我去参加诗会？我去，不会吧？老弟不会是让我去诗会直接挑人吧？看中了就直接动手绑人。若真闹出这种事，我们林家怕是会被丞相记恨到死。不行，我不能让老爹这么干。荆州，到了诗会上，你就给老子可劲的挑，看中了谁先问名字，出来之后便告诉我。坏了，还真让我猜对了，让我进诗会挑人，然后绑人，生米煮成熟饭，入赘的事就定了。都他妈这个时候了，还敢走神？我刚刚说的你听明白了没有？听明白了。另外，你挑谁都可以，但有一个人绝对不行。谁？沈丞相的女儿沈青衣。为什么？她，你就别想了，人家是国子监第一才女，还是谢文渊、谢素如的关门弟子。你若是惹了她，得罪的不只是丞相府，还有后边那位谢素如。那万一他看上我了呢？他能看上你？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。你若让沈清虚看上你，老子当场干死你！我林家和沈家向来不和，咱们2家联姻，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？侯爷，丞相府到了。啊！侯爷，今夜滚！好家伙，我这一身王霸之气的老爹，真是不管走到哪儿都这么嚣张。上门赴个诗会，硬生生走入出了抄家的感觉。你先带世子去诗会，我去和沈丞相聊一聊。是，侯爷。我这便宜老爹，一个半辈子没跟人低过头的武夫，
平日里雷厉风行，现在为了保住我这个儿子，不惜亲自登门拜访沈香，算是把脸面全豁出去。走吧，这危机能不能破，我的命能不能保住，就看今晚了。这氛围有点那味儿了。两位，可有请柬？这个好不好使？行。果然有奇将必有奇兵，从上到下真是一个比一个勇。不过想想也正常，今夜本来就是来抢人的，哦不，是来挑人的。镇北侯府的人，林家，一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纨绔，来这诗会做什么？难不成还能吟两句诗？简直笑话！曾兄，你看那边，那不是林府的废物世子吗？他跑这地方来做什么？谁知道呢？丞相大人一直对林家手握重兵不太满意，这小子还敢往这边跑，也不知该说他胆子大，还是无知。林家满门忠烈，昔年何等风光，可如今却只剩下这么一个独子，还是个废物。照我看，林家怕是用不了多久，就要彻底没落了。确实，若是他的大哥二哥还活着，这林家倒还真不可蹊跷。如今，在这诗会上看看乐子倒也不错。看来不欢迎他的人很多啊。这里是诗会，不欢迎闲杂人等入内，还请赶紧离开，免得玷污了这高雅之地。呵呵，有意思。本世子倒是头一次见有人穿着书生袍，干的却是看门狗的活。你敢辱骂我等？骂的就是你。哼，你。这里是大小姐举办的诗会，容不得你们在此撒野，还请离开吧。你们两个没听见这位老先生的话吗？还不快滚！老先生说的明明是你。非也非也，我和你们可不一样，你们是来当拦路狗的，而我是来参加诗会的。谁不知道你就是个纨绔？就你还参加诗会？你懂诗吗？你别说，我还真懂一点。两犬征途废不休，一身书气半分羞。不曾腹有惊人句，倒学门前乱咬头。新郎，您先退下吧。世子，这位便是国子监第一才女，沈丞相的千金沈清溪小姐。侯爷可是专门交代过的，你选谁都可以，但她可绝对不行啊！绝对不行，我看挺行。这身材，这样貌，如果穿上这可以岂不美上天？来者便是客，咱们作为主家，岂有感人之理？小姐说的是老奴唐突了，刚刚之事是老奴失礼了，还望见谅。老先生言重了，多谢沈小姐解围。小姐，花园中的仪式方才已经准备好，可以过去了。小姐，这位林世子倒是没有传闻中那般不堪呀。方才那首小诗虽然不雅了些，倒也有气得很。确实和传闻里那个不学无术的纨绔不太一样。
个知性可人的女子，美中带雅，雅中带静。欢迎诸位赏脸来参加我家小姐的诗会，待会儿诸位可自由吟诗作对，也可品鉴琴艺，交流学问。若是谁有诗词佳作，我家小姐会亲自点评一二。当然了，若是真有才学惊人之辈，说不定还能得我家小姐高看一眼呢。你觉得青衣举办这诗会的目的是什么？吓人愚钝，这不就是一场诗会吗？举办在丞相府里的诗会可没那么简单。青衣是国子监第一才女，若只是单纯想办个诗会，何必搞得如此郑重？搞不好是冲我来的。世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自恋了？既然如此，不如由沈姑娘亲自出题一番，我等也好应题而作。没错，若由沈姑娘亲自出题，那自然最好不过。是啊，如此一来，也可真正看出谁才有真才实学。世子，这可咋办？若是现场出题的话，您背的那3首诗怕是就没什么用了。无妨。我家小姐说了，诗词一道，不止写景咏物，更可见人之心智。今夜便请诸位以风骨为意，各展所长吧，诗词皆可。冒昧问一下，若所创最佳的话，可有什么奖励？那不知林世子想要什么奖励呢？倒也不求别的，若我真能拔得头筹，只求沈小姐能亲自给我留下一样随身之物就好。随身之物？这纨绔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来的？比如一幅亲笔题字，或者一页手书墨宝，如此也算让我不虚此行了。若林世子真能做出今晚最佳之诗，我家小姐亲自题字一幅，倒也未尝不可。那便一言为定。人活就要有骨头，不能低头，不能愁。若是遇事先退后，何谈立事称风流？不错，不错，诗意通透。这特么也叫诗？风骨之意为题，确实不错。刚好在这方面，我个人也算颇有心得。轻松站在山石旁，不怕风来，不怕霜，身直叶轻，根又稳，一看就是好模样。你笑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只是突然想到了好笑的事情。你们继续。傲骨生风里，林敬州，你未免太过分了，你简直有辱斯文。林世子笑得如此开心，想必是有好诗吧？这样如何？我刚好也想到了一首，不如咱们比较比较。哦，那是你先来还是我先来？既如此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既然是诗词，那我便先以词为作吧。驿外断桥边，寂寞开无主。已是黄昏独自愁，更着风和雨。灵化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。好词。词确实是好词，但我严重怀疑这词真的世子现场所作吗？是不是从哪儿抄来的？我家喜宴枝头树，朵朵花开淡墨盆。不要人夸好颜色，只留清气满乾坤。妈的，不是让这家伙解释吗？这家伙不解释就算了，竟然又做起了诗。哼，这东西肯定是抄了2首，他肯定是抄了2首。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不闲。粉骨碎身魂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花开不并百花丛，独立疏离趣味穷。宁可枝头抱相思，何曾吹落北风中。你的诗呢？唉，无趣，无趣啊！世子，您还没挑人呢，侯爷让您来可是为了挑人的。嘘，别说话，我在等我家青衣叫我呢。林世子，请留步。沈小姐，还有什么事情吗？我先前答应林世子的彩头，世子可还没有拿走呢。若是不嫌弃的话，不如多留一会儿，等诗会结束，我亲笔奉上，如何？可我不学无术啊，不适合这里。林世子诗作惊为天人，若你都算是不学无术，那我们这些人岂不是都要自惭形秽了？那行吧，既然沈小姐都这么说，
我就多留一会儿。那便多谢林世子赏脸了。诸位，风骨为题就到此为止吧。既然是诗会，若只是一味作诗，未免也显得单调了些。接下来，不如咱们对诗取乐如何？对诗不错，既如此，那我便先献丑了。风摇花影碎，林公子，不知能否对得上呢？这有何难？月映柳梢斜。妙，太工整了！月映对风摇，柳梢对花影，斜对碎，简直像是本就该如此一般。既然是对诗取乐，那我也出一个：近水先觉夜色微暖。啊，这8个字平平无奇，算什么对诗？深读，方能领会其意。逢君方知此意不单。这狗东西简直不当人子！别人对诗取乐，他是准备对诗娶妻吗？无耻小子！沈姑娘，我这边还有些事情，便准备先行离开了。所以，那彩头……林世子，我家小姐说了，让奴婢先带您去书房，小姐随后便来。好。诸位，林世子的彩头我还需亲自题写一番，各位暂且自便，我去便来。世子，侯爷可是让您来可劲儿挑姑娘的，结果您倒好，怎么说走就走了？万一耽误了正事，可如何是好？放心吧，本世子自有分寸。林世子久等了，不知林世子想要怎样的字画？我说你来做如何？传闻林世子只知吃喝玩乐，不学无术，现在看来似乎不尽其然啊。没办法，有的时候顽固一些反而能够保命。此话何意？我林家世代从军，满门忠烈，可到了这一代，我2位兄长皆战死沙场，旁人只说他们死得壮烈，可在我看来，未必就真有那么简单。而我之所以能活到现在，或许也正是因为我顶着这废物之名。那林世子这次为何又要展露锋芒？既然藏拙能够保命，今夜这一番表现，岂不是自断退路？那沈姑娘今夜又为何要召开这场诗会呢？我听闻有人买官，而且买的还是魁首之位，所以便想借着这场诗会，召集京中诸多学子，将此事彻底坐实，再联名告御状。只是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没想到我这个传闻中的买官之人，还真有几分真才实学。所以林世子今日特意前来，就是为了打消我想法的？不，我今夜过来，是想和沈姑娘求合作的。合作？你想合作什么？不急，先把你答应送我东西做好再说也不迟。不知林世子想让我做什么？先画一幅鸳鸯图。好。接下来我说你写：清阶月下负天期，溪水含情映黛眉。聘礼迎香愁雅韵，书题红茜许相随。还差最后一步。什么？自然是沈姑娘的印章。这画是你画的，字也是你写的，不印章怎么行？字美画美，当然人也美。刚刚林世子说的合作之事还没有说完呢。哦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我想入赘你们丞相府。林世子，这是何意？很简单，你们丞相府需要一个机会，而我需要一条活路。若我入赘丞相府，对你们有3大好处。哪3大好处？第一，表明立场，我林家愿意主动割舍未来。对外人而言，是你们沈家替朝廷先一步化解了林家的威胁；对陛下而言，是安抚，也是交代。第二，得名，我今夜显露了才名，若再得状元之名，外人只会觉得丞相府识人如炬。原本人人唾弃的纨绔世子，入了相府竟变成了少年才子。世人总喜欢传才子佳人的佳话。第三，掌握主动。若你们真的联名告御状，将买官之事闹大，轻则科场动荡，重则整个朝局震荡。若背后之人还有别的心思，沈丞相贵为文官之首，你觉得能独善其身吗？可若我入赘丞相府，事情便完全不同了。我这个买官之人就成了你们手里的活证据，
将来是进是退，主动权都在你们手里。我入赘，是给你们送来一张能进能退的牌。那你呢？你付出如此之多，仅仅只是为了活命？活命难道还不够吗？当然，若还能顺便娶一个名满京城的第一才女，那这买卖我可就更不亏了。沈姑娘，我不是在说笑，你若愿意，此事可由你先去与沈丞相商议，成与不成，我等你的答复便是。不过，这定情聘书我可就先收下了。这是每一句的第一个字。对，情谊聘书。你，沈姑娘，你好好考虑一下，时间可不多了。后天我便要进殿面圣。咱们走吧。那个传闻中只会吃喝玩乐的纨绔世子，和今日诗会上妙语连珠、书房中步步为营，甚至连留一幅字画都要藏个聘字的人，当真是同一个人吗？他说的对，若此事当真能成，对林家是绝处逢生，对我沈家也未必不是一次主动压住的机会。世子，这真能行吗？虽说属下觉得您方才说的确实有理，可问题是沈丞相和咱们侯府一向不对付啊，这种事情总不能只靠沈小姐一个人点头吧？所以才要看他怎么选。沈清怡若真是个聪明人，他就该明白，眼下这局未必只是我林家的局。怎么，你不相信我？这倒不是，我是担心侯爷知道您选择了沈小姐，侯爷会打死您。好一个沈炳文，这次我记住了，别给我机会，若是给我机会，看我不整死你！这老头子在沈炳文那边怕是吃瘪了。这么快就出来了？上车说。选的是哪家姑娘？就是一普通姑娘。普通好，普通的话事儿没那么多。她叫什么名字？哦，好像是叫沈清溪吧。啥玩意儿？沈清怡，逆子，逆子啊！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了吗？今夜诗会上谁都可以选，唯独他沈清怡绝对不行。你是不是诚心想气死我？父亲，您先别急。别急，你知不知道刚刚沈炳商还在我面前阴阳怪气，话里话外都在挤兑咱们侯府，结果我这边才出来，你转头就告诉我你选了他女儿。侍卫，我的刀，快给我拿进来！我要砍死这逆子！父亲，我知道您刚刚在沈丞相那边生了气，可您就不想把这个面子找回来吗？废话，老子当然想。那不就成了？这机会不是已经送到您面前了吗？若是这2天沈家主动登门下聘，到时候您不就可以反过来将他一拳了，狠狠拿捏他一次？威风！我威风个狗蛋！你知不知道你是入赘的，不是迎娶？若他上门只会笑话于我，而且这事情传出去，老子的面子往哪儿搁？爹，普通世家根本保不住我。您有没有想过，我买官本来就是被人设的局，如果设局的人是当今的那位，该当如何？这应该不可能。所以我必须入赘更大的门楣才行。放眼整个朝堂，相府作为文官之首，无疑最为合适。也只有这样，我这入赘之名才能立得住。哪怕真的是当今那位，他就算是想动我，动咱们林家，怕是也要掂2下了。可沈清怡那丫头是京城第一才女，人家会看上你。就算退1万步来说，就算那丫头自己脑子一热，真点了头，但是沈炳章那老东西绝对不可能答应。你当沈家是什么地方？你当沈炳章是街边卖菜的，3言2语就能点头？别的不敢说，但这件事我有把握。2天之内，沈家必定登门。若是没有，再去另挑别家女子也完全来得及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计划？有，第1步入赘相府，第2步，我还想寻个师承。龙虎宗乃有名大宗，
关系于我也……父亲，我说的是文成，不是武成。逆子啊！咱们林家世代传武，你还想拜个文师？你是不是想气死我？还有，就你这吊儿郎当的样，人家哪个老师能看上你？我觉得那位谢老就不错。人家谢老什么地位？你别痴心妄想了。况且人家谢老早就说了，不再招收弟子。那我若是做到了，父亲可不许生气。行啊，我倒是想看看，人家凭什么会看上你？林振北这个粗鄙之人，平日里张闭口看不上读书人，觉得我等文官满肚子弯弯绕绕，不如他们江门来的痛快。结果如今倒好，竟也知道把儿子送来诗会装点没面了。他想必知道自己儿子买官的事情了吧？来我这套近乎求情，但他那个儿子名声烂成什么样，满京城谁人不知？如今买了个状元，此事根本就不是我能压得下去的。青衣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诗会结束了？还没有，只是女儿有件事情想和父亲说。怎么，是不是又缺银两了？不是银子的事，是关于林世子的事情。我想和他联姻。老爷，你没事吧？快拿帕子来！你说什么？我想和林世子联姻。林敬州，那个满京城都知道，除了吃喝玩乐便一无是处的纨绔世子，而且买官的事情还没爆出来，如今自家女儿竟说想和那小子联姻，这不是往火坑里吞是什么？是不是那小子威胁你了？没有。东西拿来。父亲先看看这个。好诗，好诗，这4首都是你做的。今夜诗会我以风骨为题，此人当场连作4首。父亲觉得能做出这4首诗的人才学与心性如何？只看诗的话，此人绝非寻常读书人能比。第1首写古，落笔便有峥嵘之气，不趋炎不附势。第2首写志，锋芒内敛却不软弱，将一身锐气藏进筋骨，待时而发。第3首写人，风中立身，不媚俗流。至于第4首，更是胸中丘壑，能将志气、风化、傲骨与世情融到一处，还不显杂乱。这种比例不是寻常才子所能有的。此人当得上4个字：高才藏风，气象不凡。所作之人到底是谁？难不成是曾家那小子？不对，曾庆池确实不错，可若说连做4首，首首皆有这般气象，还差了一截。难不成是周家那小子？也不对，他文章尚可，终究太重词藻。乖女儿，到底是谁？是林世子。哈哈，这不可能！林振北那个儿子是什么货色，别人不清楚，老夫还能不清楚？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世子，何德何能做出此等诗文？荒唐，简直荒唐！若这诗当真是林敬州所作，那事情可就和我原本以为的完全不同了。就算这诗当真是林家那小子所作，那也还不至于让你动了联姻的心思吧？这其中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情？林世子说，林家满门忠烈，可他的2位兄长战死未必只是意外，自己顶着废物之名才活到今日。买官之事若闹大，文官之首的父亲也无法独善弥身。入赘，他自愿入赘相府，还说了3个好处，女儿听着很有道理，对咱们相府未必不是一次机会。最后他说后天便要面圣，时间不多了，请父亲尽快定夺。这是那小子说的，他真舍得入赘咱们相府？是，不知父亲意下如何？这小子看得比我远，买官之事若真闹大，我身为文官之首，确实难逃干系。若他入赘过来，圣上追究下来，咱们反而占了主动。可问题是，这毕竟牵扯到你的终身大事。父亲多虑了，既然是合作，女儿不会稀里糊涂把自己赔进去。若此事真成了，我会与他约法3章，哪些是能做，哪些不能做，我都会先说清楚。另外，此人与传闻中的确实不太一样，女儿倒觉得他有些意思。坏了，女儿若只是为家族考虑，绝不会露出这般神情。既对他人生了兴趣，这事就复杂了。不过父亲这边怕是要为难些了。您和林侯爷矛盾颇深，若此事真要成，总归要有人先低头登门。而林世子是入赘，说明主动的人该是您。这个倒确实有些麻烦。我堂堂当朝丞相，素来重体面，林振北那边又偏偏是个又臭又硬的武夫，若要主动登门，
我考虑考虑吧。小姐，您真打算嫁给林双子啊？你说错了，不是我嫁给他，而是我娶他。来的倒挺早，世子吩咐，属下怎敢耽搁？对了，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？属下张新年。张新年，名字不错。走，陪本世子出趟门。世子，咱们这是去哪儿？去见一个人。见谁？沈清溪的老师，曾经的太傅。世子，谢老先生何等身份，平日里便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。更何况，咱们武人也不适合进入这等文墨之地。本世子可没有习武，所以本世子可不是武人。您的确不是武人，但您也不是文人啊。据属下了解，谢府只欢迎文人墨客。哦，那你觉得我是什么人？没事儿，你说吧，我绝对不生气。那我可说了，说世子您是浪人的话，好听了点儿；可说世子您是废人，又有点过分。所以依我看，世子您应该是个又浪又废之人。好，那今天本世子就让你看看，我这又浪又废的人是如何进去的。这位公子，还请止步，不知可有请柬？没有。若是没有，也可留下姓名，小的替您代为通传。啊！见过顾老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走。咦，那位公子呢？兴许是走了吧？世子，您怎么走到这儿停了？来了。顾老先生，你是？在下林敬州。早便听闻顾老先生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方知盛名之下果然无虚日。尤其先生这气度风骨，着实令人心折。你是镇北侯林镇北的儿子？正是。老夫近来听说，镇北侯府的小少子平日里似乎颇为意气风发，嚣张跋扈，肆意张扬，说的莫不就是你吧？回顾老先生，此人说的确实是我。不过世人毁誉常失其真，耳闻百遍不如当面一观。今日得见先生，方知老先生并非只是清明在外，单是这份气度便让人折服。你倒有些意思。顾先生，我家老师说了，若您到了，直接带您前往西乡。好说，你也一块来吧。顾老来了，学生见过顾老。顾先生，这位顾老到底什么来历？属下也不太清楚。顾老，你身后这位莫非是您新收的学生？之前怎么从未见过？我见过他，他是镇北侯府的小世子，也是京城最有名的纨绔。哦，这位仁兄见过我，不过本世子平日里不是在赌坊，便在勾栏之地听曲儿，就是不知你是在哪儿见到的我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春月楼。本少爷好像在春月楼见过你，做的还挺前，看姑娘那叫一个认真。你少胡说八道，我怎么可能去那安撒之地？安撒，春月楼里有曲有乐，有酒有肉。你认为的安撒，在我看来未必就不是人间好去处。灯红照夜客，弦管入高楼。若将人心洗，何处不风流？好诗，虽然这诗并不是什么正题之作，可偏偏写得洒脱自然，带着一股混不吝的机锋。前两句写景，后两句陡然一转，落到人心二字。妙啊，此诗不错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晚辈林敬州，出身镇北侯府。哦，倒是没想到
林振北那样一个只知舞刀弄枪的武夫，竟也能生出你这么一个儿子来，不错，很不错。哼，居然还有一位皇亲国戚，看这玉佩，多半是当今八王爷的次子赵景修。青衣，将那4首诗词拿出来给大家一观吧。这4首作品，老夫昨夜反复看了数遍，越看越觉得惊艳。若只论风骨2字，不输当世名篇。妙啊！这4首诗词着实妙啊，好一个风骨！尤其这转折与收束，简直一气呵成。所写之人绝对有大才，这等诗文绝不是寻常年轻人能写得出来的。够了！从刚刚到现在，你们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发酵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你们觉得这4首诗不好？这4首诗词，怕是你这辈子都做不出来吧？其实这4首诗，正是林世子所作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是他写出来的。一个整日流连花楼赌坊的浪荡子，怎么可能写得出如此诗句？沈姑娘，你是不是被他骗了？是不是真的？在此当着大家的面验证一番，不就知道了？既然诸位心中都有疑惑，与其空口争论，倒不如直接验证。我想，林世子自己应当也很乐意证明一番吧。小王爷的意思是，谁名声差，谁就得自证清白。那往后京城谁骂我一句，我都得当街赋诗自证清白。当然了，若只是写诗也不是不行。可写诗讲究性质，有人一杯酒下肚，诗来如泉涌；有人枯坐半日也憋不出半个字。本世子若真在这儿硬着头皮写，写得好了，你们说应该的；写得差了，又说本世子浪得虚名。这买卖怎么看都是本世子吃亏。不过，若是谢老先生亲自出题的话，那本世子倒是愿意试上一试。让谢文渊出题，这可是考核。谢文渊已关门多年，不再收徒，若真出题，等于自破规矩。这小子在这儿等着呢。你倒是胆子不小啊！晚辈若胆子不大，今日也不敢闯谢府的门。让老夫出题，那你可别后悔。自然不会后悔，还请先生出题。既如此，你便以门为题吧。门之一字，可写门户、门第、登门、新门。尤其今日这场面，林敬州偏偏就是闯门进来的，那就有劳青衣小姐为在下研墨了。沈青衣这第一才女，居然还真听一个纨绔的话。门前风雨问谁开？一脚先从笑里来。世上许多高阔处，不曾容得少年才。好一个不曾容得少年才！好一个少年才，好一个笑里来！你这小子倒真敢写，这一题算你过了。学生就此拜见老师了。且慢，谢老恕罪，晚辈并非有意冒犯，只是觉得拜师毕竟不是儿戏。诗才只能证明他会写诗，却未必能证明他担得起谢老门下弟子的身份。原来如此，小王爷这话听着倒也有几分道理。那本世子想请教一句，在小王爷看来，究竟怎样才算担得起？是门第要高，出身要正，名声要洁，还是得先有一块好玉佩？林世子，牙尖嘴利可不是什么本事。那小王爷的意思是您有别的本事？既如此，不如你我二人比划比划。我若输了，便退出谢府，再不提拜师二字。可若是你输了，如何？从今往后，谁再说本世子胸无杜墨，小王爷便替我骂回去，如何？这赌注看似胡闹，实则极赌。小王爷若不接，便等于承认自己不敢真下场；若接了，便等于战胜了林敬州大的戏台。我虽然也读书，也学诗，也称得上不差，可和那位明显带着妖气的临场发挥比起来，还真没底。当然了，小王爷若觉得和我这等纨绔比试有失身份，那铁当我没说。反正左右不过是站着说几句公道话，不费笔墨，也不伤体面，这一点本质子还是懂的。够了，老夫这门开不开，收不收，老夫自己说了算，哪里轮到旁人指手画脚？晚辈并无冒犯谢老之意。哼，你这小子刚刚首诗确实不错，
但拜师想的倒是挺美。你若真想拜在老夫门下，那便再答老夫一问：你今日想进的到底是老夫的门，还是这天下的门？那就要问谢老您这扇门能否代表这天下之门了。若是代表不了，那谢老这门我也会进，天下的门我也会去看。若是能代表，那晚辈便更想进去看看了，看看谢老您这门是铜墙锁住，还是只需靠一张嘴就想挡住天下人。好，我的门不过一扇旧门，挡不了天下人，也担不起天下门。你不必将它看得太高，也莫要将自己看得太低。这门你若进了，不要后悔便是。旧门有旧气象，不遮人来路，不拒人去路，弟子喜欢得很。入我的门可是有些规矩要遵从的，具体如何，便让清溪和你说吧。那就麻烦青姨师姐了。恭喜谢老又习得一位高才弟子啊！这小胆有事，文才出众，今日这一番验证，着实让人心服。若不是谢老先下手为强，老夫怕也要动收徒的心思了。顾兄过誉了，这小子还差得远，还需多加磨砺。世子这嘴皮子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居然把谢素如都拿下了。师姐，咱们换个地方说话如何？我不去。老师说让你帮我讲讲规矩呢，又不是说别的。当然，就算说，也最多是谈谈咱们之间的婚事而已。婚事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可没胡说。还有，你以后可不能叫我林靖州或者世子了，以后怕是需要换一个称呼了。林靖州，咱们还没成婚呢。啊？我的意思是我现在也拜师了，你应该叫我师弟了。这也需要咱们成婚之后才行吗？好了，不逗你了，这次多谢了。谢我什么？自然是谢你帮我入门。你不傻，我也不傻。你出现在这里就说明了很多问题。谢老虽然表面为难我，但最终答应入门，这其中必然有你的周旋，否则断然不会如此轻松。我之所以如此肯定，原因也有很多。比如当时我和张新年笑出声来，谢老竟然没有发作，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谢老知道那4首诗词出自我的手。其次，我让谢老出题，谢老还真的应了，也足以看出一二来。我可没帮你。好，没帮。那关于规矩的事，还请师姐说说吧，我听听看。听好了，老师门下其实只有3条规矩。其一，入门之后每个月都需成一篇文章供老师批阅，内容不限，但不得敷衍成字。其二，老师若有召唤，无论何事不得推诿。其三，老师收弟子从不看门第，但若弟子日后行差踏错，做出有损清誉之事，老师会亲自登门将其逐出师门。就这3条，简单。简单？你可知老师所谓的有损清誉，并非只是寻常的品行有贵。2日后便要放榜，若届时你处置不好，那老师这边怕是……我知道，所以我会妥善处理好，争取不浪费师姐的一片心意。那你具体打算怎么做？光靠师才可不太够用。你明日面圣，但凡一方面差了，便会给小人可乘之机。这个嘛，我自有打算。与其聊这个，还不如聊聊我岳父大人何时登门，我这儿也好早做准备，不是？林靖州，我的规矩，清溪应该已经和你说了，半月之内第一篇文章给我送过来。用不到半月，明天我便差人送来。哦，如此更好。此子聪慧了得，确实和所传不太一样。这状元尽管是他买来的，但却配得上此名。我这里的名，他愿意借就借吧。多谢老师。我看你和他之间倒是有些默契。你昨夜派人送诗，今日又到我这里请名，而这小子刚好今天也便来了。若非知道你的性子，怕还真以为你们串通好的。哪有，真的是凑巧而已。所以我倒是挺期待他第一篇文章会给我什么样的内容。老师，那我也告辞了。去吧。对了，有空你到国子监去劝劝柔儿那丫头，就算再如何生我的气，也不能不回家吧。是，老师。世子，咱们有马车，你为何非要走回去呢？走一走，
才知道这人间值不值得我来这一遭。现在看来很不错啊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世子您今日这番作为，属下着实没想到啊。谢老那是什么人？昔日太傅，当世文糟，多少年没收过学生了，您就这么给进去了？其实我今天就算不表现也能进去，只是表现一下更能堵住悠悠众口罢了。嘿，就是不知侯爷听了会是什么反应。仔细想想，老爹若真的知道了，应该会恨不得踢死我吧。靖州这一早便出了门，到现在都没回来，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他能出什么事？就他那德行，最多也就是在外边丢人现眼罢了。你嘴上说的厉害，心里怕是比我还急。胡说八道！我急他做什么？他要是真死在外边，倒还省得继续给我惹麻烦。侯爷、夫人，世子回来了！回来了！哼，回来就回来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快让他速速来见我。你这臭小子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，害得我和你父亲一直担心到现在。哼，我可不担心，这逆子死在外边也好，免得继续节外生枝。你少说两句。说说吧，此次去谢府结果如何？是不是在人家门外敲了一天门，连门槛都没能迈进去，最后灰溜溜跑回来了？父亲，孩儿已经成功拜在谢老门下了。你还会说谎了？这种事情你也敢胡编？侯爷，世子没有胡编，属下可以作证，世子他确实已经拜在了谢老门下。逆子啊！咱们林家乃将门世家，何曾出过什么文人墨客？你这个臭小子不仅跑去拜了个文师，而且拜的还是谢文渊。这事若传出去，我林家的颜面何在？说好不生气的呢，况且颜面本来就没了。你在那儿小声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靖州，你别听你爹胡说八道，这是好事，是天大的好事。谢老是什么人？别人求都求不来的机缘，竟让你得了。你放心，你爹那边我替你去说。那就麻烦娘亲了。对了，孩儿还得写文章，便先回去了。写文章？好，那你快去吧。是，孩儿告退。走了。走了。哈哈哈哈！别说，我倒是小看这臭小子了。怎么，不生气啦？这小子从小到大对习武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所以这武是走不通了。若是真能走文的话，倒也未必不是一条路。但咱儿子大字不识一个，这文……哎，不管如何，他成功拜在了谢老门下，终究有所希望。有谢老的名在背后撑着，至少在放榜之前，这小子身上也算是多了一层护身符。那你刚才还发那么大火，还说什么林家颜面？哼，我发火是因为不想让这臭小子居功自傲。至于颜面，哎，虽然重要，但咱们就这么一个儿子了，他不能再出事了。若是老大老二还在的话，想必也会为这臭小子开心吧。是啊。不过说起来，这臭小子怎么就突然间开窍了？他明明是个不学无术的人，但在生死关条上计划的却非常周到，甚至还真拜了谢文渊为师，这总让人觉得不太真实。开窍还不好吗？说来说去，他都是咱儿子。那倒是，看看这臭小子还能给咱们带来什么惊喜吧。师承的名有了，可光有名还不够，想让谢文渊真正站在我身边，仅凭今日这一场拜师还远远不够，更何况自己还背着个买官的雷，必须得让这位老师真正觉得这弟子收得值。有了。身为师者，有谁扛得住师说呢？古之学者必有师，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无惑？惑而不从师，其为惑也，终不解矣。到底是韩大家的文章，这一笔落下去，味儿就是不一样。来人，世子，去把这篇文章送到谢老府上。是。等等，到了谢府之后，替我带一句话给老师，就说
这篇诗说只有前半篇，若老师想看后半篇，那便请他明日亲自来一趟侯府。世子，这合适吗？虽然今天您拜了师，但是您这就送去半篇文章不说，还让人家为了下半篇亲自跑一趟侯府。放心吧，他明日一定会来。属下明白。谢老这边下了钩，沈家那边该说的也说透了，明日怕是会很热闹啊。这场面怕是我那便宜老爹要坐不住喽。万事俱备，接下来就等着他们上门了。古之学者必有师，师者所以传道授业回解。妙极！这一开篇便将师道二字写得如此透彻，好一个传道授业解惑也。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，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。此言一出，天下师道便皆在其中了。这哪里只是一篇文章，这分明是替天下求学人正名立心。这臭小子绝对是故意的，只给半篇，这是逼老夫亲自跑一趟侯府。来人！先生有何吩咐？罢了，今日也不早了，明日一早备马车，老夫要去镇北侯府。谢老都多少年没主动登过别人家的门了？临镇北这武夫竟让我们在外边等了近半个时辰，简直岂有此理！父亲，来都来了，再等等也无妨。哼，若不是看在前夜那4首诗的份上，老夫早就甩袖走人了。咦，这是老师的马车。沈夏、青怡，你们怎么也在这儿？哦，来谈亲的？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先生。那你们为何不进去？别提了，林镇北让我们在外等着。沈夏，林家终归是需要些门面的。今日你上门是主动的一方，若只是两家关门谈亲，这亲事便毫无意义。让满京城的人看见你沈相登门，才是真正坐实了这件事。毕竟，是沈家主动求娶林家之子。先生说的是，这次是我没有考虑周到，看明白就好。谢老先生到，沈丞相到，沈小姐到。见过谢老。谢老先生亲临侯府，真是蓬荜生辉。谢老先生，快请上座。你就是清溪吧？长得真漂亮。清溪见过夫人，见过侯爷。沈姑娘不必多礼。学生见过老师。之前就听说过谢文渊的规矩，若弟子行差踏错，谢文渊会亲自登门将其逐出师门。林侯爷，你倒是生了个好儿子啊！不知谢老何出此言？自是你儿子所写的文章。文章？那臭小子他哪里会写什么文章？谢老莫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老夫今日登门就是来讨下半篇的。啊，谢老，您不是在和我们开玩笑吧？看来你对你这个儿子了解并不多啊。正因为我了解太多，所以我才更加确定这中间必然有误会。这臭小子从小到大什么德行，我还能不清楚？您若说他气人，我信；说他惹祸，我也信。可您若说他昨夜写出一篇惊动您亲自上门讨要的文章，这让我怎么信？是啊，我给荆州请过私塾先生，结果全被气走了。一个从小不肯读书的人，突然写出惊动您老的文章，谁信？父亲，这文章确实是我昨夜写好，派人送去谢府的。咱们林家世代为伍，您又最看不见读书人，在这种环境下，我若从小表现得太过好学、太过出众，您能高兴吗？所以这些年我也只能低调一些。但眼下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上，我摊牌了。其实我很强。先生，这文章究竟写了什么？能否让我也看看？这真是你写的？是我写的。
真是好文章啊！我沈秉文阅文无数，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文章。尤其那句“无贵无贱，无长无少，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”，漂亮，真是漂亮！可既然你有如此文采，为何还要买状元？那我便实话实说了，我林家世代忠烈，满江盟主。这些年来，为了大华守边拒敌，不知死了多少人，流了多少血。我大哥、二哥也都战死北境。外人只知道他们死得壮烈，是我林家满门忠烈的荣光。可在我看来，这件事情未必就有那么简单。大哥、二哥死了之后，林家便只剩下我这么一个独子，而偏偏我又是个纨绔，是个整日吃喝玩乐不成器的东西。若我是背后布局的人，也会觉得这样的林家最好拿捏。可问题是，他们若只想试探我林家也就罢了，偏偏这一次，他们连状元都敢给我买，那我便明白了，他们是想把整个镇北侯府都一并拖进泥里。朝堂之上水深得很，有些刀看得见，可有些刀藏在袖中，藏在笑里，真等到见血的时候，往往已经晚了。老师说的没错，所以我只能顺着他们的意思往下走。他们既然想让我做状元，我便做一回这状元郎。他们既然想借我把林家推到风口浪尖，那我就自己站上去。我倒是想看看这背后之人到底是谁。所以你以半篇文章把老夫引来，是想借老夫登门之事为你镇北侯府压一压场子，顺便也让沈相更加坚定地迈出这一步。若非谢文渊亲口说出来，我甚至还没反应过来。今天这一切看似是局势推着我们走，细想之下却全是周儿借着这一场场局，把所有人都拉到了自己想要的位置上。还请老师勿怪，非常之行，非常之事。好一个非常之时行非常即事罢了。看在这篇文章的份上，饶你一回，但你臭小子必须将下半篇给老夫写出来，今日就要。是，老师。去我书房将桌案上那篇留文章取来。世子，文章取来了，快给老夫看看。妙！这一转一合，前后贯通，竟是将上篇之意彻底立住了。前边立师道，后边驳流俗，着实痛快。尤其这一段，师道之不传也久矣，育人之无惑也难矣。这几句简直写尽了世风。这篇文章，老夫定要将它推到国子监去。老师，推可以，但名就先不要留了。也是，你现在名声太差，若现在把名字挂上去，旁人第一反应不是惊叹文章，而是先怀疑这文章是不是你写的。沈丞相，相信我说过的话，沈小姐应该也和您说过了吧？买官舞弊，尤其还是魁首之位，此事若真彻底掀开，受影响的不仅是我林家，同样也会是您。毕竟您身为文官之首，科场清浊本就在您这一脉的眼皮底下。若真被有心人利用闹大，天下士子必将群情汹动。届时别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未必是我镇北侯府，反而会先问一句：你丞相府是干什么吃的？那关于这亲事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有，而且很多。第一，咱们两家定亲，是沈小姐对我一见倾心。这逆子居然如此臭不要脸！第二，是您沈丞相上门威胁我林家，若我林敬州不从了你们，便会对我林家发难。第三，我是为了顾全大局，不想让父亲为难，所以不甘心的同意了入赘。第四，你们许给我的好处是让我拜入谢老门下。若真是如此，那我林家的面子保住了，恶名全让沈秉文背了。沈秉文这老头恐怕得气死。我也深知圣上对林家的忌惮，如今林敬州入赘相府，哪怕相府被推了出来，此事终归也会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毕竟林敬州入赘过来，那林家再无后人可继，这对于圣上来说，无疑是一件可心的事情。那我好歹也是当朝宰相啊，这么一搞，弄得我一个文官成了野蛮人了。这事情若是传出去，岂不是让天下学子笑死了？第10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
成亲那天排场一定要足，哪怕我是入赘，但你们相府也得八抬大轿，风风光光的把我请过去。轿子不能小，礼数不能少，来的宾客越多越好，最好让半个京城都看见我是被你们相府的人强行压着上轿的。好了，我该说的都说完了，接下来就看你们相府怎么说了。我也有几点要说。第一，咱们终究是合作关系，所以这场成婚也只是权宜之计。你入了相府之后，我沈家会给你单独安排一个住处，平日里你我各居其属，互不相扰。第二，入相府后若无正当理由不得夜不归宿。第三，我父亲可以背威胁林家的名声，但时间不能超过半年，半年之内你必须想办法将这件事情彻底扭转过来。第四，你入相府之后，不得仗着相府姑爷的身份在外招摇撞骗，更不得打着我相府的名头去招惹是非，尤其是不得再去什么春月楼、醉花楼、听雨轩之类的地方。师姐，你这也太细了点吧？细一些也免得你钻空子。第五，衣着不可太过轻佻，言行不可太过放浪。第六，若相府遇事需要你出面时，你不得推脱。第七，若日后局势有变，涉及我沈家声誉时，你需先保我父亲周全。第八，若查出背后设局之人，在没有十足把握之前，不得擅自动手，需先与我和父亲商议。第九，成婚之后，人前你我可做夫妻，但人后你不得故意动手动脚，不得言语轻薄，更不得借着这层关系强逼于我。我看上去像那种人吗？最后，我这里还有最重要的一条，无论合作是真是假，无论这场婚事最终会走到哪一步，你既进了相府的门，便不能负我沈家，更不能负我。若你真有喜欢之人，对方也只能以妾室身份入门，不得越过正妻之礼。这姑娘不光模样好，脑子也清楚，真不错。可以，我都能接受，但我能不能补充一条？你说。咱们若日久生情的话，第一个孩子能不能跟着我姓林？可以。骗书的话就不用另外给了，毕竟诗会那天我已经要了。还有这事儿呢？老师，那这媒人的位置就麻烦由您来当了。好说好说。林夫人，那我们也告辞了。亲家慢走啊。臭小子，跟我走！你这臭小子，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速速给老子说来！今日这一桩桩一件件，几乎全都在你的掌控之中，连我这个当爹的都被你牵着鼻子走了。父亲，您是怕孩儿算得太多，走得太险，最后把自己也搭进去是吗？哼，老子纵横沙场这么多年，见过的血比你吃过的盐都多。就算是这样，今天看着你一步一步往前走，老子心里都发虚。沈秉章那老东西也就罢了，谢文渊那等人物你都敢算进去，你是真不怕一步走错，满盘皆输？怕，当然怕，可怕也得走。父亲，孩儿若不走，您能护我多久？今日您在，母亲在，侯府就还在。可若哪天这场风真吹下来了，您又能替我挡几次？所以孩儿不是想瞒您什么，只是有些事在没成之前说出来，除了让您担心也没别的用了。但父亲，孩儿可以向您保证一件事，我今日做的每一步都是为了活下去而已，不只是为了我自己活，也是为了让我林家继续活下去。你这臭小子倒是有点爷们样了。父亲这算是在夸我？少得意！既然你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那有些事情我也该和你说说了。看看吧。小心长公主。父亲，这信是大哥信送过来不久，便传回你大哥出事的消息了。或许是你大哥发现了什么吧。若只是普通人的名字也就罢了，可偏偏是长公主，
这封信背后牵扯的东西，怕远比我之前想的还要深。你之前说这状元是有人做局才买来的，那这做局的背后之人会不会也是长公主？不好说。虽说都是冲林家来的，但未必是一拨人。父亲，您查过吧？有没有什么具体线索？这位长公主平日极少抛头露面，能探到的消息都无关紧要。若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，要么是这位长公主藏得极深，要么就是有人故意栽赃她，让大哥看到的未必是真相。不管如何，既然大哥特意派人把这封信送回来，那这长公主还是有必要留意一下。父亲，大哥和二哥的事，我会想办法继续查下去。既然大哥用命把这封信送回来，那这位长公主身上必然有咱不知道的秘密。查可以，但你记住，千万别冲动，也别相信任何人，尤其是宫里的人。我明白。母亲不知道这信的事吧？先别告诉她。等等，后天就要放榜，你就要进宫升面了，你需要为父帮你做些什么吗？面圣那天您不要去，在家装病就好。父亲信我就好。你这丫头怎么就这么讨人喜欢呢？我家那臭小子真是配不上你啊！娘，您说什么呢？我说错了不成？你自己说说，就你这样配得上人家清溪吗？青衣小姐一大早来找我，有什么事？还是说纯粹想我了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来是有正事，我想带你去国子监走一趟。国子监？昨日老师离开侯府后，便直接去了国子监。如今你那篇文章已经在国子监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今日还有宫里的人过去，我父亲提了一句，说是长公主，搞不好也是冲着你那文章去的。去一趟倒也不是不行，但你要陪我演一场戏。演戏？演什么戏？靖州，去国子监可不能穿这身衣服，赶紧回去换一身像样点的。和庆玉一块儿出门，可不能丢了人家的脸。说实话，你带我来国子监是不是还有别的目的？只是带我看文章的话，你一个人来就行了，何必非要拉上我？没有。没有？我只是想带你来见一个人。谁？去年的状元，如今此人留在国子监担任助教一职，平日里教导学子礼法文章。你明日便要进宫面圣了，提前来见一见，至少也能学一学规矩，免得到时候在圣前出了什么差错。青姨，你怎么为了我面圣的事情竟然如此上心？你不生气吗？我为何要生气？你为了我而来，我高兴还来不及。这谁是为了你？我只是不想让你到时候丢了我相府的脸而已。等下你先进去吧，我稍后再进去。你独自的话，怕是进不去。怎么，担心我？哼，谁会担心你？世子，国子监到了。国子渊，这女人嘴上说的冷淡，可做起事来倒是比谁都细。若她不提前打个招呼，自己这个京城第一顽徒突然跑来国祖院，怕是还真未必进得去。这次我要演戏，所以你也得嚣张起来。有多嚣张？就天下无敌的感觉。放心吧，世子，属下一定演得非常好。完了，这下我完了！你这是不长眼睛吗？我这么大个人女人，你看不到吗？世子，这厮有点东西，竟然能硬扛我一声震喝。我去，刚刚那也叫震喝，不就哼了一声吗？咦，还真是小瞧你了，竟然能挡住我的可怕刀意。你要知道，刚刚在那短短的半息之间，我已经拔刀数千次。不行，我这脚不能踩下去，否则此地必然崩裂100丈。伤到你倒无所谓，万一震伤我家世子就不太好了。小子，算你命大，还不快滚！不是你这人，你有病吧？好家伙，感情我这侍卫是在装天下无敌呢。只是
大哥，你这装的未免也太尬了，不行，我是世子，绷住，必须绷住。怎么回事？主教大人，这家伙走路不看路，撞坏了夫子大人要授课用的书盘。如此也就罢了，他们还言语羞辱我。哼，你道歉。让我家世子道歉，你这女子倒是有趣。哦，你这女子还有些本事，接了我几个嘴巴子还能做到面不改色。看来你们国子监之内也并非全是废物。完了，这家伙又来了！你这样随地大小眼很尬呀，喂！罢了罢了，像吾这种真正的高手不屑对女子出手。世子，要不咱们饶了他二人吧？主教大人，您看，他们分明就是来闹事儿的。我不管你们是谁，在国子监内撞了人、毁了东西，便该赔偿道歉，否则今日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算了。冒昧问一句，这东西是做什么用的？这是今日学堂书算用的书盘，夫子大人授课要用的，如今全被你撞坏了，我如何向夫子大人交代？所以，那有没有可能没撞之前，这树盘就已经坏了？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你有什么证明？证明？本世子需要向你证明吗？就算是我弄坏的，又当如何？切！我还当是什么了不得的宝贝，原来就是这么个破玩意儿。让你们夫子过来找我，我倒要看看什么样的夫子能因为一个破盘子敢找我家世子的麻烦。走，哼，记住了，今日若非顾忌我家世子在场，你们哪还有资格站着说话？好好感谢我家世子吧。这二人在国子监如此撒野，我会一并禀告夫子大人。世子，怎么样？属下刚刚那场戏还可以吧？可以是可以，但你最好还是收着点，刚刚你有点太浮夸了。好的，世子，属下懂了。不是，你又懂了？总之你记住一点，没有我开口的情况下，你别乱做什么就行。这篇诗说当真厉害，立意太高了。尤其前后两篇贯通之后，那气貌实在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诗道之不传也久矣，单凭这几句便足以传开了。这第一排得倒也不远，就是不知道到底何人所作。此人必定是一位文坛天骄啊！世子，您的文章现在排第一啊！哈哈，这不是林世子吗？你叫什么来着？周子安。哦，世子，那女人追过来了。别以为你能躲过去，刚刚的事情还没完。林世子，你这是得罪这位了？怎么，你认识他？当然，这位可不简单，她是谢老先生的孙女谢清柔。论才华，她可不比沈小姐差，只是为人低调而已。劝你一句，今日若无别的事情，最好早些离开国子监，否则待会儿你怕是想走都不容易了。看到排名第一的那篇诗说了吧？按照我的推测，这文章应该就是他所写。他写的？现在知道怕了。诗可惊艳一时，文章却能流传千古。这诗说必将引动天下学子朝拜，而你的那些诗词，在其面前也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。哦，你这女人，我怎么走到哪里都能碰到你？你是不是故意在这儿等我呢？沈小姐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甚至喜欢我，喜欢到都快发疯了。可你也不能这样啊！我都躲到国子监来了，你竟然还追到了这里，你就非得缠着我不放吗？什么？沈小姐喜欢此人？疯了吧？她说什么胡话呢？是林荆州，我就是喜欢你，所以你走到哪里我便跟到哪里。你躲到国子监来，我便不能来国子监了吗？反正你逃不出本姑娘的手掌心。
沈小姐，我承认我确实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、才华横溢、气质绝伦，但你也不能这样吧？唉，你这样纠缠我，让我很难做呀。不行，我得赶紧走，你可千万不要拉我啊！林公子，你别走！啊，沈小姐，大庭广众之下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怎么你还想当众抱我不成？你千万不要这样做，我可是正经人啊！沈姑娘，哎，也罢，咱们换个地方说话吧。我需要一个解释。那个，你先别气。别气！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对你死缠烂打，说我喜欢你喜欢的快发疯了，结果我好不容易顺你的戏接了下去，你却还躲开。你现在和我说别气！没办法，这场戏必须这么演。你想想，若我明日面圣出尽风头会如何？这状元本就是买来的，我表现得越出色越惹眼，越容易让人怀疑。可有了刚刚这一出，哪怕我后边表现得再出彩，世人第一反应也只会觉得是你在背后帮我，而不是我真的有这个本事。那你也该提前和我说一声，至少让我有个准备。我若提前说了，你会答应吗？对了，你不是说长公主会来吗？为何我没看到？我刚刚问了问，长公主拿了文章后便离开了，走的时候还夸了几句，说是这背后的作者，他定要见一见。哼，本世子是那么好见的吗？你不是要替我引荐上一代状元吗？咱们现在过去见一见吧。呀，刚刚他就在那边，只是方才走得太急，我忘了和柔儿姐姐说一声。等等，你说的柔儿姐姐该不会是谢清柔吧？对啊，怎么你知道她？我听说过她，但不太熟。柔儿姐性格刚正，觉得女子不比男儿差，所以她女扮男装考下了状元。但咱们大华不准女子为官，但是考虑到谢老这边，所以就让她留在了国子监做助教。原来如此。我突然想我还有些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不行，来都来了，总归还是要见上一面。你明日就要面圣，必须认真起来。那行吧，不过那里人多，咱们两个这样过去也不妥吧？我有办法，跟我来。夫子大人，轻移求见。进。这位是宋夫子，国子监书算之道可称一流。除了教导学子外，宋夫子还兼任户部司隶一职，主管国库。柔儿姐便是宋夫子的助教。不用算了，总数是3763。夫子大人，抱歉，他胡乱说的，您别见怪。刚刚是你算出来的？是。你学过数算？学过一点点。年轻人，你过来。这个你算一算总数是多少？2800。你是怎么看出答案的？其实也不难，您若是想学，我倒是可以先教你一些基础的。别的不说，至少可以让你在短时间内把效率提升上来。1是1，2是2， 3是3。比如1加1便是2， 2减1便是1。看似只是换了个写法，但真要推算起来会简单很多。这些都是你自己研究出来的？闲暇之时随手研究出来的。天才，天才呀！你简直就是数算之道的天才。对了，还不知道你姓甚名随，不知你有没有兴趣来我们户部？老夫可以亲自向尚书大人举荐你。在下林敬州，镇北侯府世子。另外多谢您举荐，但是我这人志不在此。也是，镇北侯府的世子确实不缺这个。夫子大人，您该授课了。朝
差点忘了授课的时辰了。夫子大人，刚刚我教授您的事情，还请替在下隐瞒一番。具体原因，明日早朝您应该便会明白。罢了，既然你如此说，那老夫便先替你瞒下。多谢夫子大人。柔柔，进来说话吧。柔儿，你来得更好。你和青衣也相熟，便先在此陪他们多聊一会儿。我先去授课。夫子大人，您那个授课用的树盘不小心摔碎了，眼下怕是暂时用不了了。碎了？那树盘好端端的如何碎了？夫子大人，是我不小心打碎的。是你啊！既然如此，那碎就碎了吧。柔儿姐，青怡，你和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不会真的看上他了吧？不是，我们之间是在演戏。还好清溪脑子还算清醒。林静舟是什么名声？一个纨绔世子。清溪又是什么名声？京城公认的才女。如此人物怎么可能真的看上林静舟？不对，就算是演戏，你为何要如此作践自己？刚刚那种话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出来，对你的名声可不是什么好事。因为我们之间已定下了亲事。什么？是柔儿姐，这次过来其实也是想麻烦你一件事情。你当年考下状元，面圣之时所涉及到的规矩，能不能和他说说？他明日便要去面圣，提前了解下，也免得届时出了什么差错。你上榜了？上了。第几？不出意外就是状元。你状元？这怎么可能？买来的。你靠着家中权势去侵蚀科场公正，这样的人不是蛀虫又是什么？柔儿姐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林世子是有真本事在的。若他真有本事，那便凭自己的本事去考了，何须去买这状元之位？若是真有本事的人，根本不屑于走这种路子。就像外面那篇诗说，才是真正的大才之作，文章立意之高，格局之正，绝不是寻常人能写出来的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背后的人连名字都没有留，说明写诗说之人根本不是为了求名，这才是真正有本事也有风骨之人。你笑什么？因为诗说就是林世子写的。你说什么？这诗说便是林世子所写。当日老师收他入门，要求门下弟子每月交一篇文章，他当日便给了老师这诗说的上篇，后边老师又亲自登门讨要的上篇，这都是我亲眼所见。不对，爷爷收你后便说过此后不再招收弟子，怎么可能会突然又收了他？你若不信，大可以自己去问老师。是真是假其实也不难验证，他若真有如此大才，那便现场再写出一篇文章来，如此自可见分晓。但就怕他不敢。柔儿姐姐，这写文章哪里是说写就能写成的？尤其还是在如此短的时间里。他不是当日便将诗说直接写出来了吗？所以若真有这个本事，现场再写一篇又有何难？林世子，我说的对吧？对，当然对。但问题是我为何要迎合你的验证，专门写一篇文章给你看？你不帮便不帮好了，我也没必要求着你帮。你不敢写，那你就是不行。你也不用急我，你若真想让我再写一篇也不是不可以，但得加点彩头。你若真能写出让我满意的文章，我便将当年面圣时的规矩细节全都告诉你，如何？不如何？我前边便说了，我并不需要你这份帮忙，所以谢姑娘还是换个别的吧。那这样吧，我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都可以，过分的自然不行。哦，也罢，那我便试试吧。谢姑娘。怎么，写不出来吗？不，我就是想问下谢姑娘，你对马有什么看法？马者善奔耐行，可负重也可持缰，
于寻常人而言是脚力，于军武而言是战力，于良将而言更是不可或缺之物。好，够了。好了，谢姑娘请看吧。不是，你还真写马？好文章啊！这篇文章不长，可寥寥几句便将马与人的关系说得透彻无比。看似在说马，实则是在借马言人，借千里马之困写世间英才之憾。如何？这篇文章可还满意？确实是一篇好文章。说吧，你有什么要求？只要不是太过分，我可以答应你。谢姑娘，你一直怀疑我、质疑我，说实话，我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不爽的。要求小了吧，我自己觉得亏；要求大了，你心里肯定也不舒服。这样吧，你且凑上前来，让我弹你个很响很响的脑瓜崩，这应该不过分吧？你来吧。谢姑娘，对世人抱有警惕是好事，但有时敞开心扉一些，或许会更好。世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你等等，你不是想知道面上的规矩吗？我给你写下来，到时候你交给他便是。这个是柔儿姐姐写的，你看看吧。不是，你确定这是她写的？柔儿姐姐写的字虽然不太雅观，但她确实有真才实学。老师这些年一直逼她练字，也正因如此，她至今都不太愿意回去。圣上常会召文武两榜魁宴，同立殿前当场护视，最好提前穿上护甲，免得遭受皮肉之苦。这一届的武状元是谁？武举那边我没特意打听过，不过我倒是听说历届武状元的修为都很高。若明日圣上兴起让你们当场护视，你可要小心一些了。有点意思啊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这份东西倒真是有用，有机会了替我谢谢他。咦，那是什么地方？好气派。世子您不认识了，这可是您常来的地方，春月楼啊。胡闹！本世子何时来过这等地方？世子您贵人多忘事，之前侯爷让我等暗中保护您时，记得非常清楚。您经常来这边，而且每次进去，您都是一下点10好几个姑娘呢。你快给我闭嘴吧！不是，这女人还真生气了。是前身去的春月楼，和我没关系啊。走，咱们回家。是，世子。世子，明日便要面圣了，您真的一点都不紧张吗？紧张，或多或少，自然还是有那么一些。不过更多还是觉得好玩吧。好玩？你不懂，有些东西和你说不明白。世子，您这些日子变化真是太大了。哎，若是大世子和二世子还活着就好了。他们若是知晓您如今这副模样，怕是心里也得替您高兴。大哥和二哥在外人眼中皆是一世英才，放在前身这里，他们是前身从小到大的护身符。无论前身闯下多大的祸，他们都会主动把他护在身后。真正把这小子宠上天的，反倒是这2位兄长。如今这2位兄长皆是折在了战场之上，而我这个穿越而来的现代人，又接了前身的身份，不论如何都要调查清楚，不只为大哥二哥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咦，这些兵将怎么像是唐将军身边的卫兵？唐将军，世子，唐将军名唤唐奎，
是咱们大华朝如今数得上号的虎将。早些年曾和侯爷联手围剿过漠北大军，那一战打得漂亮，据说10万大军灭了30万，两人也结下了不小的交情。前几年南关那边动乱不止，圣上便将唐将军调去南关镇守。看眼下这情形，多半是唐将军打了胜仗，回京述职来了。原来如此，等下你先去大堂门口等我，我去换身衣服。我这个老哥啊，不行不行，可他妈笑死我了！你是说你儿子买了个状元？好家伙，人还没进去呢，这位唐将军倒是先把我当笑话听上了。唐坤，这事很好笑吗？不好笑，不好笑，一点都不好笑。不是我说，这买状元可不是小事，明日就要面圣，你这边可有应对之法了？好一个英气逼人的女子！父亲，哼，你还知道回来？荆州，这位是唐将军，唐家和咱们林家一直都是世交，荆州还不赶紧见过唐叔叔？见过唐叔叔。贤侄不必多礼。对了，这是我家那丫头，闺名唐凝霜。唐姐姐好。凝霜，贤侄莫怪，这丫头性子就是如此，自幼习武，直来直去，不懂人情世故。若不是今日场合不对，她怕还要冷言讥讽2句呢。无妨。贤侄，听说你明日便要面圣了，不知准备的如何了？唐叔叔放心，我这边都准备好了。哦，那你都做了什么准备？这第一步，我先和相府的沈小姐连了个姻。什么玩意儿？联姻？还沈相的女儿？这种话听听就罢了。沈家那位姑娘什么性子？这位世子又是什么货色？怎么可能会同意？老哥，这件事情是真的？是真的。不对呀，老哥哥，就凭你和沈秉章那关系，他怎么可能同意把女儿嫁到你家来？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抓到沈秉章什么把柄了？没有，荆州是入赘过去。咦，不对不对，若是入赘过去的话，沈秉堂更不可能答应吧？他那个人精最看重名声，买状元的事他怕是第一个知道，怎么会答应把女儿嫁给你家这个？哼，就是同意了，你又能如何？除此和相府联姻之外，我还拜了谢文渊老先生为师。谢文渊，那位太傅，他收了你当学生？哼！若联姻是真的，谢文渊肯收学生倒也说得过去。毕竟沈秉章和谢老素来有些交情，出面周旋一二也不是不可能。贤侄，那除此之外，你还准备了什么？别的倒是没了，对我来说，这2点已经足够了。这倒是，明日面圣，由沈相帮你周旋，再加上谢老学生这种身份，圣上就算知道你这状元是买来的，应该也不会过作为难你。可我是真的想不通啊，就沈秉章他究竟是为什么同意你入赘过去？可能是我太过才华横溢的原因吧。哼，装腔作势，联姻也好，拜师也罢，怕都是林靖州嘴上吹嘘，做不了真。老哥，话说回来，我明日也会上朝，届时贤侄若真出了什么意外，我也在旁边替他多担待几分。哼，这才像个人话。行了，老哥，天色不早了，我先告退了。那我就不送了。父亲，唐叔叔怎么突然间来咱们家了？不会有什么要紧事吧？我当年救过你唐叔叔一命，他回京若是不先来见我，我非得把他腿打折了。行了，早点回去休息。那孩儿先告退了。等等，明日我真要装病不去上朝。对，您在家就好。您这脾气，万一圣上拿买状元说事，您怕是比圣上先炸。
您不去反而更稳当。父亲，您以后还是莫要带我来这种场合了，女儿不喜欢。你这丫头，跟师傅这几年闭门不出的，若再不多走动走动，更不善言谈了。女儿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女儿看不惯某些人，本事没有，吹嘘倒是一绝。若只是林敬周一面之词，可能是假的，但你林伯伯也开口了，那这必然是真的。我觉得肯定是那林敬周靠什么办法蒙蔽了林伯父。还是回京舒服，只是这些年我没能守着你和你母亲，苦了你们娘俩了。无妨，我已经习惯了。对了，回京之前，您母亲传信说你有个好消息要等我回来亲口告诉我，现在是不是可以说说了？女儿准备参军。什么？不行！军中那是什么地方？岂是你一个女孩家能去的？我已经考下武状元了，明日面圣之时，我便会当着圣上的面申请入伍。你刚说什么？武状元？是，刚考下来的。这件事由不得父亲您同不同意。别说，还真有点上学查分的感觉。世子，有消息了！一大早火烧屁股了，有2个消息，一好一坏。那先说好的。科举放榜了，世子您的大名就在榜首，属下看得真真切切。榜首，状元，还真被前身买下来了。那第2个消息呢？第2个的话，现在外面全是骂您的，一大早就有不少学子赶到侯府门口，有说科场不公的，有说朝廷无眼的，甚至还有说您这状元之位是拿银子买来的，好几个情绪激动的已经在门口骂上您了。结果我早就猜到了，一个纨绔世子突然成了榜首状元，换谁能服气？让他们骂。属下要不要派人出去管一管，将那些学子通通赶走？管什么？嘴长在别人身上，他们要骂便让他们骂，况且人家说的本来就是实话，不用理会。我家世子这心态，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。世子，侯爷让您现在去大堂，说是宫里来人了。哟，这位便是林世子吧？果真是仪表堂堂。先前在宫里便听人提起过林世子的名声，如今一见，当真是虎父无犬子啊！荆州，这位是高公公，还不拜见？见过高公公，公公过誉了。不算过誉，不算过誉。如今整个宫里都知道林世子高中榜首之事了。林世子这般年纪便成了我大华华的新科状元，当真是前途不可限量啊！今日这道旨意也是陛下亲自吩咐下来的。林敬周接旨，奉天承用，皇帝诏曰：新科放榜，林敬周位列榜首，为金科状元，着其即刻入宫觐见，不得有误。学生林敬周接旨，有劳高公公了。好说好说，林状元，赶紧收拾一下，随咱家入宫。眼下圣上可还在早朝上等着呢，不好让圣上久等。哦，不用收拾了，我现在就可以进宫面圣。如此甚好。敬周父亲，您身体有恙，就好好在家休息吧，孩儿自己去就好。高公公，咱们走吧。侯爷、夫人，那小的便带林世子走了。老爷，我还是担心。担心什么？这臭小子现在主意多得很，心里装着什么，连我都未必能全看明白。既然如此，便由着他折腾去吧。妈的，这狗东西出来了！哼，凭什么？我等寒窗苦读10余载，凭什么让这种人压在头上？科场不公啊！天理何在啊？若非这小子科举舞弊，我定能高中。镇北侯府权势滔天，连状元都能买来，朝廷还有什么公道可言？放肆！宫中传旨，谁敢冲撞？好家伙，
这位世子脸皮厚是一方面，可这份定力怕也不是装就能装出来的。林世子，外边吵闹，还是先上轿吧。好。乖乖，这地方还真不是一般的大。前世故宫便已让人心神震动，这里却是真正有帝王坐镇、百官朝拜之地。林世子，后边的可就要走着去了，随我来吧。有劳高公公带路。陛下，这林家世子的名声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。依臣看，这状元之位如何而来，必有蹊跷。臣建议取消林家世子的状元之名，改授第2名国臣。林敬周虽然名声在外，可他在国子监教授我的那些术算之法，足以证明能力。为何他要求我瞒着？启禀陛下，林世子已在殿外候选。选。我靠，这氛围，身临其境和看电视剧果然比不了啊！想来是新科榜眼和探花吧。草民林敬周参见陛下。林敬周，你乃镇北侯之子，又是本次新科状元，无需多礼。多谢陛下。陛下，臣方才所言，并非有意针对镇北侯府，只是科举乃国之大事，关乎天下士子之心，不可不慎。林世子平日里的名声，满京城谁人不知？若说他能高中榜首，臣实在难以心服。陛下，陈大人所言有理，科场取士乃是为朝廷选拔栋梁，若当真出了纰漏，寒的可不只是几个学子的心，而是天下读书人的心。臣也请陛下彻查此事。先前在殿外听到有人想废了我这状元，改授郭瞻，心里多少还有些变动。可眼下真站在这朝堂之上，看着这些人一个个跳出来，倒觉得事情比我想的还有意思。这个陈大人应该是个表面人物，后边附和都是被人要当枪用，真正的背后之人，怕是还躲在暗处呢。说完了，臣等只是忧心科场公允。林敬周，众卿所言，你可听见了？回陛下，学生听见了。既然听见了，那你可有话要说？回陛下，学生觉得诸位大人的质疑其实很正常。学生在京城里名声不好，这一点学生自己也知道。平日里吃喝玩乐、荒唐跋扈，这些事情学生也不否认。所以外边那些学子不信，朝堂上的诸位大人不信，学生都能理解。甚至他们骂学生这状元之位是买来的，这话学生也觉得在理。各位稍安勿躁，我只是觉得各位大人在理，但并不苟同。在下想问诸位大人一句，若是单靠名声就对人质疑，那是不是有人质疑某位大人贪，陛下就可以派人去查抄了？若是有人质疑某位大人通敌，陛下是不是就可以将其降罪了？还请陛下明鉴。此言在理，名声的确不代表一切。陈大人，你可还有话要说？臣方才所言也并非妄加揣测，此事臣有证据。要出牌了，将那秀才带上来吧。草民参见陛下。此人是谁？安大人，想来你应该认识此人吧？陛下，臣有罪。何罪之有？是林世子威胁臣，说臣若是不帮他将状元拿下，便派人暗杀臣。臣被逼无奈，才帮他透题，还替他找来了替笔之人。他就是臣找的替笔之人。林敬周，你可还有话要说？回陛下，学生冤枉了。学生这么做其实是一心为了陛下呀。大胆！
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？科举舞弊，你还为了陛下了？正是。哼，朕倒是想听听如何为了朕。陛下，学生有几个问题想先问问这位替笔的秀才，不知可否？准。我问你，你见过我吗？未曾。那我再问你，既没见过我，你为何要帮我替考？是安大人，是安大人找到草民，让草儿替林世子下场替笔考试。安大人，方才你说是我让你帮我找替笔，是吧？是。你还说是我威胁你，说你若不帮我将状元拿下，我便派人暗杀你，是吧？哼，若非你的威胁，我也不会做出此等糊涂之事。哼，好。你身为礼部侍郎，乃朝廷命官，执掌科举之事，结果却因为怕死便敢透题，帮人找替笔，将替笔之人送入考场。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，只要能让你活命，你便什么都敢卖？卖规矩，卖法度，卖科场公允，甚至是出卖朝廷。我没有。没有？那你为何因为我一句威胁就找人替笔了？这无话可说了是吧？另外，替笔都能顺利入场，你这背后又收买了多少人？搜检的、验身的、巡场的、正录录的、封卷的。你一个礼部侍郎，竟有本事将科场上下渗透之至此？还是说，你背后另有其人？林敬州，你少在这里转移视线！就算安知远有罪，也洗不清你买状元找替笔之实。转移视线？不知大人官居何职？哼，礼部尚书。哦，原来是礼部尚书陈大人啊。那我倒是想请教陈大人了，你身为礼部尚书，应该是科举的主官，你明知科举有问题，为何不提前上报陛下？为何不在放榜之前彻查？又为何不在科场结束第一时间拿人？偏偏要等到榜单已发，满城学子聚在我侯府门前大骂，事情闹得天下皆知之后，才将所谓人证带上朝堂。陈大人，你知不知道，榜单已发，赌币之事传扬出去的话，丢的可不只是你们礼部的脸，而是皇家颜面。你这般做法，是想让天下百姓如何看朝廷，又让世人如何看待陛下？陛下，臣只是想将证据查成之后再奏明陛下。你没有这个意思，可你就是这么做了。我看你根本没将陛下放在眼里。够了，林敬州，这么说来，你替考也是真的？回陛下，替考确有其事，但学生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学生早就察觉这一次科举考试有问题，只是当时手中苦无证据，也不知礼部之中是谁在暗中动手脚，所以不敢贸然打草惊蛇，因此学生才索性顺势而为，故意入局，为的便是将这藏在礼部之中的害群之马亲手赶出来。如今学生幸不辱命，成功为陛下解忧。这么说来，你找人替考，朕还要感谢你不成？为陛下分忧乃是臣子应分内之事，所以学生并不需要奖赏。学生只希望陛下将这2个蛀虫当场问斩，以儆效尤。陛下，臣等冤枉啊！陛下明鉴，臣只是被林敬州威胁一时糊涂，绝无祸乱科堂之心啊！林敬州买官替考，人证俱在，如今他不过是死到临头，想将罪名强扣到臣等头上。你说你以身入局是为朕赶出科举害群之马，那朕问你，你可有明证？若拿不出证据，便是胡言乱语。回陛下，证据学生当然有。学生虽然名声在外，但这并不影响学生才华横溢。就算没有替笔，学生也照样能高中状元。若陛下不信，可当场出题。陛下，此事事关科举功名，若要考照，断然不能只考诗词小道。状元者，当须通经义，明正理，知民生，晓国策。否则，纵然侥幸做出1、2句诗词，也不足以证明其状元之才。哟呵，陈大人倒是想得周到。怎么，怕我提前背好的诗词刚好能押中不成？行了，既然你要朕出题，那朕便给你一个机会。朕不考你诗词，也不考你经义文章。朕问你，大华边境连年用兵，军费耗损极重，朝廷每年拨往边境的粮饷占国库支出近30%。若削减军费，边军不稳；可若继续加拨国库，则吃紧。若你为朝廷理财，
当如何在不伤边军、不加赋税的情况下缓解国库之需？边境军费、边军粮饷、国库空虚，无论哪个问题都不是能随意开口的。陛下，学生如今背着买官替考的嫌疑，若臣先答，答得好了，旁人说臣狡辩；答得差了，旁人说臣露馅。不如先让榜眼与探花先答，学生最后再答，如此也好让满朝诸公看看这个状元学生配不配得上。准。回陛下，学生以为国库之困当以节流为先，朝廷各部开销庞杂，地方州府虚报损耗者皆不在少数。若能裁撤冗费，严查亏空，缩减不急之用，再令各地充棚报钱粮食数，或可稍解燃眉之急。尚可。回陛下，学生以为国库空虚，根在田亩不实，地方豪强兼并土地，引田逆户，朝廷册上有田3000亩，实则或有10000亩。百姓纳税，豪强避税，长此以往，国库此能不空？学生请陛下清敛天下田亩，重造黄布，查引田，清税籍。此策有锋芒，却也有大险。清县田亩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地方豪强必然反扑。若处置不慎，国库未丰，民乱怕是先起。陛下，是学生浅薄了。林敬州，他们2人都说了，眼下也该你了。榜眼兄求稳，探花兄求狠，二位所言都有道理，只可惜一个太慢，一个太险。那你说说，何为不慢不险？学生以为，国库空虚未必是天下无财，而是财在民间，利在豪强，银在帐外，粮在路上。朝廷缺的不是寡百姓一刀，而是要把散在天下的钱变成能流进国库的钱。这小子的话倒是有些意思。所以针对此事，你有何策？学生共有4策。4策？别人1策便已难得，他竟张口就是4策。这小子不会还真能盘出些闹腾来吧？如此短的时间内想到4策，这怎么可能？哦，哪4策？说的好赏，说的不好罚。第一，不加田赋，改取利税。农人春种秋收，靠天吃饭，丰年未必富，灾年必先穷。朝廷若向田亩多伸1寸手，便是在百姓碗里夺粮。但天下之利，不止在田，盐、铁、茶、酒、矿、漕运乃至典当和粮行，这些1年之力，胜过10县田亩。朝廷不向穷民加赋，而向厚利取成，这叫取利归公。这小子将手伸到我们这儿来了。第二，不削军费，改军需采买。北境军费不可轻修，但可削吃军费之人，层层盘剥，10万两到士卒手中所剩无几。削军费是伤边军，查暗号才是救边军。因此，学生请设军需直采，公开招标，价低之优者众，再设3方验收，户部验账，兵部验物，边军验用。如此一来，不削军费，却能省出军费。妙啊！别说，这小子真有点门道。第三，不征新粮，开边境互市。边境不该只是国库的吞金口，边境有马、有皮、有药材，还有铁器往来之力。若只打仗，他自然年年耗银；可若战时守，闲时事，边境便能从国库的伤口变成国库的血脉。如何做？简单，择3处边城，设官市，准边民商人、马商按牌入市，朝廷收市税，边军互市，所得3成归边军，7成入国库。同时严禁私贩军械，严禁走私盐铁，违者斩。如此，边境可安，边军可养，国库亦可充。不愧是我的好女婿啊，这脑子就是活络。这些为何我想不到？林晋州一个纨绔子弟，怎么可能想得如此长远？第四，不盲察贪污，先清天下账，账法不改，贪官难绝。学生请改账法，以新式数码重造天下州县黄簇，每一笔银两出自何处，入于何仓，经谁之手，损耗几何，皆须列明。账清则银清，银清则国库自丰。新式数码。回陛下，昨日学生去国子监
刚好看到宋夫子有新的清账之术。宋大人，学生说的对吧？回陛下，确有此事，只是新的术数之法还没有彻底推广。哦，这新的术数之法不知是何人所创？对方想低调行事，臣也不敢贸然将其说出。也罢，若这新的术数之法真可让清账高效，那便正式推广开来吧。是，陛下英明。有了这新的术数之法，想做假账的话，怕会难上数倍不止喽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国库之困不在于没钱？正是，国库之病不在穷，而在漏。学生不敢说一策可使天下富足，但学生敢说，若堵住这些漏，陛下的国库至少不会在一边喊穷，一边养肥蛀虫。我说的就是这2位大人。这小畜生！怎么，学生说的有错？今日这场科举便是一个例子。朝廷设科取士，是为天下选才。可若规矩坏了，状元都可以买，那国库自然也可以被人搬空。所以臣斗胆，请陛下先查礼部，若情况属实，就将他们2人斩了吧。这样也不枉费学生冒着如此危险，以身入局啊。陛下，我等够了，严查礼部，此事准了。陛下，臣有话要说。沈相是我们文官之首，此刻站出来，必然是帮我们说话的。沈相有什么话，但说无妨。臣觉得林世子有勇有谋，且以身冒险查出科举舞弊之事，不如这审查之事就交于林世子如何？陛下，此事末将赞成。陛下，臣也赞成。郑爱卿，你身为刑部尚书，不知有什么意见？陛下，臣反对。林世子贵为新科状元，按理说该入翰林，查案这种事情还是交给督察院比较好一些。孟生府，你觉得如何？陛下，臣觉得郑尚书说的在理。另外，林家世子毕竟是林侯之子，而林侯手握北境兵权，若侯府之人再有了文权，多有不妥啊。这老头看着慈眉善慰，简单一句话却指点要害。果然能当上首辅的都不简单啊。哼哼，郑尚书孟首辅所言在理，但臣觉得此事或许不算什么。沈相的意思是，军权和文权可以并立不成？另外，林家世子说名声不代表一切，臣认可。刚刚那4策，臣也认可，但他这状元，臣并不认可。正所谓师出有名，据臣了解，林家给林世子谋过私塾先生，但这些先生没几天便主动辞退。陛下，据臣了解，林世子以拜谢老为师。孟首辅所说的林世子无师承之事，并不为实。谢老竟收了林敬周为弟子。陛下，另外，臣有一件家事要说。臣女沈清溪与林世子两情相悦，还请陛下恩准让林家世子入赘臣的相府。沈清怡，京城第1才女，怎么可能看上林敬周？陛下，昨日国子监，臣听闻沈小姐不断纠缠林世子，此事传得沸沸扬扬，确有此事。陛下，臣昨日也在国子监，此事千真万确。真是有趣，沈相，你女儿的眼光倒是不错。不过此事林侯可否知晓？毕竟林敬周眼下可是林侯唯一的独子了。陛下放心，此事3日前我们已进行过商讨，且有谢老亲自主持，林后那边不敢有意见。陛下，此事还不至于惊动您，我们私下解决便可。林世子，我和你父亲已经谈妥，这不是你能决定的。况且我家小女帮你有多深，你也应该清楚。也罢，既然沈相和林侯已经商谈好了，那此事朕准了。多谢陛下。如今林世子即将入赘相府，想来2位对于林世子彻查礼部之事没有意见了吧？哈哈哈，那就这样定了吧。陛下且慢，学生有意见。学生毕竟人微言轻，届时礼部的大人们如若不愿配合，
学生怕是有些难做，所以还请陛下收回成命，交给督察院处理吧。林敬州听旨，学生在。你既为金科状元，按例本该入翰林，今日朕便先授你科场案钦察之职。你可调阅礼部本次科举所有卷宗、账册、名录、出文书，凡涉案人等，无论官职高低，皆可问询。另外，命大理寺少卿裴慎与刑部、督察院各派一人，同案协查，若有阻挠者，皆以抗旨论处。明明设计得很好，为何会出现如此逆转？学生多谢陛下。你如今已有官职在身，还自称学生呢？是臣口误，臣林敬州多谢陛下。甚好，令林敬州与沈相之女沈清怡既然两情相悦，两府长辈亦已议定，那朕今日便亲自为二人做个见证。好家伙，这是一点反悔的机会都不给我留啊！不过这结果我倒是早猜到了。当皇帝的这机会若抓不住，那也算是白瞎了。准林敬州入赘相府，与沈清怡缔结婚约。待科场舞弊一案查明之后，由礼部由太常侍择吉日行婚仪。至于礼部，眼下自身尚且不清，便不必插手此事了。堂堂礼部本就主管婚仪礼制，如今竟被陛下当众嫌弃到连婚事都不让碰了，这脸算是丢到家了。此婚约既由朕亲口准下，自今日起便录入宗册文档。林敬州入赘之后，将不再继承镇北侯府世子之位，未来镇北侯府爵位承袭，北境兵权归属，皆另由朝廷定夺。镇北侯府这下怕是要后继无人了。陛下答应得如此爽快，是因为林敬州入赘相府。表面上沈秉文得了个赘婿，实则朝廷拿到了镇北侯府未来兵权的主动权。今日这朝堂之上，所有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沈秉文得了新科状元，陛下得了兵权名义上的主动，林敬州得了钦察之权，唯独我礼部成了弃子，成了被推上案板的鸡。好了，这次的状元榜眼探花，朕都很满意。高德，让本次武举前3名入殿吧。是。宣武举前3名觐见。方才国库之策已被压了一头，若文武护士还不能找回几分颜面，那这榜远探位怕是要彻底成了陪衬。好家伙，这不是昨晚在我家见过的唐凝霜吗？看她走在最前边，这女人不会是武状元吧？若真是如此，那可坏事了。沈清怡的笔记里提到过今日有文武护士，唐凝霜昨晚的态度明显看不上我，这要是落到她手里，不得整死我！贤婿，你护甲穿上了吗？我去，一大早着急过来，忘了这茬了。臣女唐凝霜参见陛下。草民秦兆业参见陛下。草民陆晨山参见陛下。平身。谢陛下。女子。回陛下，臣女唐凝霜。唐。陛下，这是末将小女，让陛下见笑了。呵呵，唐家不愧是将门，竟连女儿都有这般气象。陛下过奖了。你们3人中魁首是哪一位？回陛下，臣女不才，侥幸拿下5科状元。果然是他。这个世界存在武道，他能拿下武状元，武道之深厚可想而知。不错，能在武举之中夺魁，可不是侥幸2字便能说过去的。朕听闻本次武举校场之上，有人马战、武战、弓射皆为第1，想来便是你了。正是臣女。身为女子，能有如此勇勇，着实不易。当然，你2人能入武举前3，同样不俗。谢陛下夸奖。既然文举前3与武举前3皆在，那便依例行文武互试吧。先从武状元这边开始吧。俗话说谋略在前，这次便反过来，武举这边先行出题。方才国库之策被压了一头，如今武举出题考的可不是诗文策论，
而是胆气。林静舟就算再会说，难道还能在武状元面前从容不迫？一个靠买来的名头站在金轮殿上的人，就算能说会道，又能如何？若这种人也能成为状元，对天下寒窗苦读之士子而言，才是真正的不公。坏了，这丫头该不会真准备下狠手吧？林世子，还请出列吧。不是，来真的。唐姑娘，不知你准备如何出题？简单。接下来我会向林世子出招，林世子只需在原地坚持半刻，不退不躲，便算过关。半刻，在武状元手下坚持半刻，这对文人来说哪里是试胆，分明是折磨。这下看你如何应对。啊！等等，我有话要说。如何？如果真让这女人出手，我今天就算不死也得丢半条命，更何况还没穿护甲。唐姑娘，你这说来说去不就是试胆吗？我这里倒有一个更好的主意，就怕你不敢。什么主意？说来听听。既然是文武互试，那便别1对1了，咱们6人同试如何？一局定胜负。陈斗胆，请陛下让人备6只铜盘、6枚铜令、些许火油，再取纸片若干，以铜盘为粮仓，纸片为粮草，火油为底火，铜令为军令，6人同时施为，看谁能最快从火中取出军令，且不毁粮草，不翻粮仓，便算胜。另外，不准以内力外放。若不准用内力，那还算比试？当然算。战场之上，不是每一次都能靠蛮力破局。若敌人烧的是粮仓，唐姑娘一出手，火是灭了，可粮也散了，那不叫救粮，叫帮敌人省事。我这主意试的不只是胆，还是眼力、心定以及临场判断。文人不能空谈，武人也不能只知逞勇，如此才叫文武互试。不愧是我的好女婿，反应就是快。有趣，那便依你了。不可用内力镇火，不可打翻铜盘，不可毁掉粮草。谁先取令谁胜。粮草被败者败。诸位可敢试？有何不敢？那诸位就开始吧。林静舟，你方才为何不用茶水泼火？有火伏水，泼水只会让火走得更快。火要吃风，断了它的风，它自然活不久。战场之上亦如此，火起粮仓，不可乱。乱泼水，火会散；乱用力，粮会毁。只有先断火势，再取军令，才能保人不伤，粮不亡。唐姑娘刚才也看出来了，才用茶盏压火，只是可惜比我慢了一点。林大人这不叫勇吧，不过是取巧罢了。此言差矣，战场上能活下来的取巧，通常叫谋略。硬冲火阵的人死了叫英勇，带人绕开火阵还能保住粮草的人，那才叫将才。这家伙倒是还真有点东西。好，好，这一局倒真有几分文武互试的意思。林静舟不愧是荆轲文魁，以小小之物换作火局粮草，着实巧思妙想。臣多谢陛下夸赞。这一局是我等输了。唐姑娘不必介怀，你输的不丢人，毕竟输给我这种才华横溢之人，也算情理之中。这家伙真是臭得意。好了，文武互试到此为止。国琛，学生在。你为荆轲榜眼，
文章稳重，策论老成，受翰林院编修。学生谢陛下隆恩。钟玉，学生在。你虽锋芒稍盛，但才户不减，受翰林院检讨，多磨一磨性子。学生谨记陛下教诲。林敬周，臣在。你如今暂领科场案钦察之职，翰林之职待此案查明后再行定夺。臣遵旨。对此我倒是没什么意见。眼下最重要的本就不是入翰林院，而是查礼部。或许能从礼部揪出更多线索来，看看这二人背后到底是谁。又或者，唐宁霜、秦兆业、陆晨山，你们三人能入武举前三，皆有勇勇。按例武举前三可入禁军或镇营司历练。禁军守卫皇城直属天子，镇营司巡查机部高手如云，都是好去处啊。陛下，臣女有一请。说。臣女不愿入禁军或镇营司，臣女想直接参军。真正的军中不是守在皇城之内，而是去边关、去战场、去能杀敌之处。哎，这丫头今日既敢当殿开口，怕是早已想好了。你可知边军的不同？禁军也好，镇营司也罢，虽辛苦，终究在京中。边关风沙苦寒，刀兵无眼，去了那里，不会有人因你是唐将军之女就处处护着你。臣女知道，正因如此，臣女才想去。此事朕会斟酌。谢陛下。陛下，草民也有一请。你也有想去之处？草民愿前往北境参军，以手中长枪替大华守边。唐宁霜说去杀敌之处，尚没有点明去哪儿。秦兆业一开口便是北境。北境是什么地方？是我镇北侯府经营多年的地方，是我那老爹手中兵权所在之地。如今我刚当殿入赘，名义上被摘出继承县，转眼武榜第二便请命去北境参军，这时间点未免太巧了。秦兆业，你为何想要去北境？北境战士最多，也最能磨人。草民从小习武，为的就是去最险之地立军功，杀敌寇。陆晨山，你呢？回陛下，草民没那么多想法，陛下让草民去哪儿，草民便去哪儿，只要能吃饱饭就行。武举受人并非儿戏，此事朕自有定夺。谢陛下。这朝堂上的水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深啊！行了，今日就到这儿，退朝吧。退朝。恭送陛下。对了，孟首府、沈相，你们二人跟朕去御书房。臣遵旨。臣遵旨。陈占秋背后的人还没露头，安志源不过是个替死鬼。今天这一局，我只是把牌桌掀了，但牌局还没结束。总算结束了，这一早上简直比高三冲刺还累。抱歉，我非无意之举。挑衅我？无妨，秦兄也是不小心而已。哟，抱歉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怎么还想动手不成？来，你动个试试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镇北侯世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挑衅我？分不清大小王了是吧？怎么，你是想死了？唐将军误会了。哼，什么身份也敢在这里造次？进了武榜前3就敢这么嚣张了？贤侄，干得漂亮！不愧是林老哥的儿子，嘴上功夫了得，胆识也不错。唐叔叔过奖了。走，你父亲今日没来，我送你回去。好，那就多谢唐叔叔了。不过我想先去一趟相府，皇帝特意留下沈相几人，会说点什么？我可甚是好奇。好说好说。父亲，女儿不想和他同车。
唐叔叔，既然唐姐姐都这么说了，那咱们就别带她了，咱们先走。我刚刚那句话表达的不够清楚吗？他是真听不懂，还是故意听不懂？林静舟。等等，外边可是林世子。不知这凤辇中是何人？听声音还挺年轻，说话柔柔的。荆州，这是长公主的凤辇。长公主，那封密信中长公主，我一直想会一会她，没想到她竟主动找上了我。臣林靖州参见长公主，不知长公主有何吩咐？哦，也没什么事情，只是听闻林世子得了文魁状元，又在朝堂之上大放异彩，特意道一声恭喜罢了。长公主谬赞了，臣不过是侥幸罢了。侥幸？林少子真是谦虚。林世子有机会的话，来本宫宫中坐坐，本宫倒是很想亲眼看看，能让沈江与谢老都另眼相待的林家世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。走吧。这女人消息未免太快了。长公主竟会主动叫住此人。荆州，你和长公主认识？不认识。那倒是有意思了。长公主向来不喜与外臣往来，尤其像你这种刚出头的新科状元，她竟会主动挺你撵相邀，确实有些奇怪。唐叔叔，这位长公主是不是不太简单？不简单，非常不简单。当年先帝在时，算了，说这些远了。总之，你记住一句话，这京城之中最好不要招惹她。对了，唐叔叔，她多大年纪？长公主应该比我家宁霜年长3岁吧？那就是比我大5岁，还挺年轻的呀。那她长得如何？方宝有帘子遮挡，只能看见个虚影。这位长公主可是大华第一美人。大华第一美人，那得多美？你小子，我刚让你别招惹她，你就只听进去了美不美是吧？唐叔叔误会了，我只是单纯觉得了解敌人要从各个方面入手，长相自然也是情报的一部分。无耻之徒！唐姑娘，你这就不懂了，我这叫谨慎。美人计这种东西，向来让人防不胜防。我若提前知道她有多美，心里也好有个准备，免得着了她的道。你还怕美人计？怕？我这人别的还好，就是心地善良，容易心软，尤其见不得美人受委屈。先前在文武护士里输给这种货色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行了行了，都少说2句，走，先出宫，有些话路上再说。看来这京城里没有一个是简单的呀。这气氛怎么感觉比金銮殿上还压抑？荆州啊，你这次虽然拿了文科状元，但买官之事已经闹得天下学子共愤。哪怕陛下今日认了你这个状元，外边那些学子怕也未必会认。此时你准备如何解决？不急，不急，放心吧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会让天下子都敬仰我的。一个靠买官得来的状元，还想让天下学子敬仰？林世子，您这话未免太可笑了些。唐姐姐，你是不是对我有偏见？是。算了，与其浪费口舌辩论，不如等事情真正摆出来时，让这些人自己闭嘴。唐叔叔，长公主的事情，你再跟我说说吧。我想听听当年究竟怎么了。长公主的事情知道的人不算多，但在朝中待得久一些的老臣大多都听过一些，包括你父亲。先帝当年其实有意让长公主继承大统。让长公主继承大统？那时候长公主多大？也就13吧。13岁便能让先帝生出传位之心，这位长公主看来比我想象中还要不简单啊。那时候的长公主便已经展露出了惊人的聪慧。先帝在政事上遇到棘手之处，有时照朝臣议了许久，也未必能有结果。可长公主听后，却往能一语点破关键。几次下来，先帝对她极为看重。后来先帝病重，曾有心传位于长公主，
而且也确实这样做了。那为何如今坐在皇位上的是陛下？因为最后是长公主自己让的，让给了现在的陛下。上位，先帝传位，最后长公主主动让给当今皇帝，我怎么听着这么不对劲？至于为何让，其实也不难推测。毕竟大华从未有过女子称帝，朝臣不会答应，宗室也不会答应。若长公主真坐上的位置，天下怕是立刻就要乱。这未必就是全部原因。一个13岁便能被先帝看中，有资格继承大统的女子，真会单纯因为朝臣反对便主动让出皇位？或许是识时务，或许是权衡利弊，又或许她当年若不让，便活不到今日。看来这位长公主怕是比传闻里更聪明。所以我才提醒你，能不招惹她最好不要招惹。长公主若想对付你，凭你这点小聪明未必够看。唐叔叔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将军，相府到了。唐叔叔，那你们慢走。去吧。今日你得罪的人不少，自己多长几个心眼儿。彻查礼部的事，你可以问问沈相再下决定。放心吧，唐叔叔，我会斟酌的。父亲，我想不通，陛下为何会给他如此大的权力？很简单，他入赘相府，等同于镇北侯府未来的兵权会回归皇室。若不给些甜头，说不过去。何况这还是沈相请下来的，陛下顺水推舟，实属正常。可沈姑娘此等才女，又怎会看上他呢？这事儿啊，你问我，我还真说不好。不过沈炳文的老狐狸可不是会吃亏的人，他既然愿意让林敬周入赘相府，说明这小子身上一定有他看中的东西。可他如此轻浮，又惯会胡言乱语，这种人……行了，你也别老盯着人家的毛病看。说起来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什么时候也给为父寻个女婿回来？父亲，你若不好意思说也成，告诉为父你喜欢什么样的，为方帮你盯着点儿。什么样的先不说，但绝对不能是林敬周这种的。哼。